偎着大海的9份金瓜石山城，从白天到华灯升起，流淌着繁华岁月的沉淀。但你知道吗？在这里还曾经刻画着惨痛的战俘血泪故事啊！话说，时间要推回到1941年的12月，日本突袭了英国殖民的马来半岛。当时大英帝国军队一路退守到新加坡，隔年2月，英军又在新加坡战役惨败，最后是马来西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率领了8万联军投降。之后有1000多名的大英国协与同盟国的军人被送来台湾，其中500多人是来到了金瓜石的第1战俘营，他们被迫每天要走1800多个粗糙不平的阶梯，到达6坑，然后在高温又环境恶劣的坑道内采掘铜矿。如果呢这个矿量没有达到要求的标准，日军守卫就会用矿锤的锤柄来殴打惩罚战俘。像是当年也在金瓜石战俘营的英国陆军中士爱华士，他们那一队每天要挖采的铜矿量，如果不能够装满24箱容量的货车，就会惨遭日军的虐打。而战俘们饮食自然是吃得很差，平常就是简单的米饭和没什么料的菜汤，只有第1年的圣诞节有吃到猪肉，很多人都变得骨瘦如柴。再加上3不5时的凌辱虐打，还有每天要拖着虚弱的身子到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矿坑工作。爱华士《无言的呐喊》这本书就提到了，其实金瓜石这边的战俘们在那样惨无天日的生活里，早就没有什么求生的意愿了。1943年8月，一名加拿大籍的战俘惠勒军医被调到金瓜石战俘营。他觉得台北营已经很糟了，没想到金瓜石更是一场噩梦。惠勒医生他冒险说服日军发70张的白卡给病到不用工作的战俘们，另外再发5张的红卡是给病到必须要躺下来的人。甚至日本人在判定哪些人算是病患的时候，通常只是看有没有创伤，所以惠勒军医他们就会用剃刀帮病患割出1道伤口。还有战俘全身都出现了烂疮，惠勒医师则是就地取材，在附近摘取了地衣，就敷贴在病患的身上。没有想到溃烂的地方都渐渐复原了，所以惠勒医师也被战俘们认为根本就是上帝派来救他们的啊！1944年，日军要求战俘从营地的后方挖一条通到矿场的隧道，美其名呢说是要方便战俘们去挖矿，但其实是打算万一美军登陆台湾，就要把战俘们集中到那个隧道内，再全部杀害，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不过日军当时的这份命令公文居然没有销毁。1946年，当爱华士重返金瓜石战俘营的时候，在日军军官宿舍就找到了这份命令文件。至于最早被送到金瓜石的那一批523名战俘，当战事结束时，还活着的人只剩下了已经极为虚弱的89人了。后来是靠着台湾战俘营纪念协会创办人何麦克在全台查访各地的战俘营，确认了金瓜石战俘营的遗址所在，但现在只剩下了入口的门处与一小段围墙被留存下来，并在1997年11月23号立碑纪念饱受日军折磨的战俘们。而当年南非武官卓茂奇也在陈进兴挟持后5天出席了这一场追思仪式。现在这里化身为国际中战和平纪念园区，这座叫伙伴的雕像诉说着每个受弱的战俘都是靠伙伴的扶持才能从地狱走出来的啊。而花岗岩上战俘们的名字更是在提醒世人别忘了这段历史，更不要让这样的历史重演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了，欢迎大家按下订阅与分享，咱们下次见了，拜拜。